面臨一個我有點確定他會死亡，但我又不是這麼確定這時間到底什麼時候來，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有很多的懷疑或是說掙扎，過程中你比較像是肩并肩的跟他走在一起，見證到他的一些困難的地方，同時间你又相信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他自己的力量，或是说他们每一個人的家庭都有他們的內在的動力，可以在這些絕望時刻慢慢被喚醒。有一些話從來沒有說出口的，他也許在這些階段慢慢的願意說出來。尊重自己其實有做不到的地方，有不需要一定要做到的地方，不管是好與不好，你都願意跟對方坦然的去表達，其實也是在見證你們彼此關係的韌性嘛。和諧的前提真的就是你們各自要尊重好自己的邊界。說好像我們台灣文化也是非常的害怕衝突，都會覺得說，哎，我先隱忍，家庭和諧就好了。可是這種隱忍它終究是一種壓抑，那這些壓抑它會在不同的狀況爆發出來嘛。Mojo 是個資深的安寧護理師，常常浸泡在生死之間。他最近來墨西哥找我，所以我們來談談很多關於生死的議題。他從大學護理系畢業到現在15年的時間，都在台灣大型醫療中心當安寧護理師。他很多次獲得全院最佳護理師，但他絲毫不當一回事，常常一回家就把獎狀丟到資源回收桶，不小心被我發現。他也是很多同事敬重的好夥伴。那我好奇的是，剛從護理系畢業的時候，還是個稚嫩的新芽，怎麼就會決定投入安寧專科這個最深，而且大多數人忍不住想要避開，甚至感覺上是接近生命盡頭深淵的一個領域呢？大家好，我是 Mojo， 從五專到大學到研究所，當然一路都是讀護理相關的科系，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會一直不斷的去不同科別實習，也還好就是有這個機會，學生時期其實可以進入安寧病房實習的不是這麼多，當時自己還是很稚嫩的時候，只是單純的覺得說，在這個病房雖然它是在接近生死關頭的這個交界處，照理說應該是處於非常的絕望啊，或者是說應該大家都是呈現非常悲傷的狀態，但是我在裡面卻看到了蠻不一樣的關於護理的本質，除了單純的護理技術的輸出之外，其實更多的是跟病人的撫慰般的接觸的時刻其實是非常多的。我覺得那個好像有點召喚了我自己內在的一種特質吧，就是很喜歡跟人家傾聽，或是說跟人家交談，或是去聆聽別人的故事，不管我當下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可以去理解他人。畢業之後也就進入了這個場域。那這15年的期間，如果不是安寧療護的話，我應該不會從當時可能比較衝動，或是說比較幼稚、比較不這麼成熟的人格，變成今天我還蠻喜歡我自己的狀態。我覺得安寧療護是幫助我蠻多的。可以用1分鐘幫我們介紹一下安寧是什麼嗎？禁止使用專有名詞。的安寧療護，它就是你真的罹患了重大疾病，而且這個重大疾病可能已經到無法再治療的時候，也許你最後還有幾個月或半年的時間，接下來你希望的是什麼？你可能就比較希望是說，我最後關頭我可以舒適就好，最好是可以達到善終，或者說我可以意識到我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在最後的時間和家人、和朋友、和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我想這是安寧療護的最大的一個目標跟概念，就是我們不要求延長生命，但是我要的是你是時常可以保持舒適的，一直直到你死前你都是可以舒適的。所以安寧的病人其實不一定是老人家，有可能是年輕人得了末期的癌症，或甚至小 baby 得了末期的癌症，或是心衰竭或洗腎或生命跡象不穩定的病人。其實很多病人他們在接受安寧療護前，其實他們心裡面都會覺得說，我是不是真的要被放棄了？因為他們可能從來沒有進入過安寧病房，可是當他們進來之後，1-2個禮拜他們發現完全洗刷過去對於安寧等於等死的這個概念。他們以為進來安寧病房是什麼都不做，但其實他們可以接收到的舒適照護比他們想象中的多太多了。所以很多病人他可能下肢水腫啊、淋巴水腫，我們就會協助安排精油按摩啊、穴道按摩。長期臥床你是沒有辦法洗澡的，可是安寧病房它一定會有自己的洗澡機，然後病人可以在裡面泡澡啊，或者說精油泡澡，所以他們會覺得說在裡面比較像真的是像一個人過着他的生活一樣。很多人聽到安寧就覺得很沉重，有一種死亡好像近在眼前的感覺。那我是覺得死亡其實總是近在眼前，那安寧緩和算是你面對可以預估的生命長度去做的一種積極的生命品質維護。乍聽是消極的，但其實它是一種積極的選擇。因為畢竟你該做的治療一樣會做，並不是放棄治療。工作15年來照顧安寧病人或是家屬，給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因為他們其實是等於面臨一個我有點確定他會死亡，但我又不是這麼確定這時間到底什麼時候來，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有很多的懷疑，或是說掙扎，或是說他們的悲傷或是失落等等的。那你在這個過程中你比較像是肩並肩的跟他走在一起，見證到他的一些
困難的地方，但是同時間你又相信他其實每個人的內在都有他自己的力量，或是說他們每一個人的家庭都有他們的內在的动力，可以在這些絕望時刻慢慢被喚醒。有一些話從來沒有說出口的，他也許在這些階段慢慢的願意說出來。其實這個過程都是非常的細膩，你有時候做得到這些事，你有時候做不到這些事情。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你說那些所謂的成就感，或者說那些讓你感動的片刻，其實都是看到他們彼此之間在這個比較辛苦的艱難時刻，其實人反而會喚醒出他自己本來應該就有的力量。應該也有蠻多是使不上力的時候。確實，因為每個人的認知能力、家庭背景或他的社會環境，其實都造就了個性的獨特性，或者說他的心理韌性。有時候我們接觸了一個家庭，你大概接觸了一陣子，你就會知道說啊，他們大概最多只能做到這樣了，你沒辦法要求他們真的有完全的善終、生死兩相安，這些你不見得每一個家庭都有辦法的。在那階段，我們只能把握我們最能夠給予病人的身體上的舒適，或是病人在這個每一個階段，我們要怎樣讓他心可以好好的安放啊。有些家庭真的可以達到100分，甚至超過120分了，比我們想象中都還要來得好的善終，但有些可能真的就只能那樣子。对，但我們也不因此就覺得說我們沒做到，我們很罪惡。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其實本來就不大嘛，你沒有辦法去決定這些東西。那麼台灣應該有許多人是有宗教信仰，那有一些是沒有宗教信仰。你認為在臨終的時候，這些對病人跟家屬的影響或是差別是什麼？當然，我們其實一直都是所謂的無神論啦。不過我相信特定宗教的信仰，或者說你相信有一個全能的上帝，或是說天堂、地獄，可以讓很多人在這個關鍵時刻可以落地。就好比以無神論來說好了，我們也看到很多病人他在末期的時候，他選擇皈依佛教，或他選擇天主教的受洗，在最後關頭他們會希望找一個更強大的力量，然後讓他們可以去皈依。比方說他長期就有宗教信仰的人，因为我弟弟去前幾年也才剛往生，那我也見證到說我的父母親雖然他們的認知能力或者說他們的文化水平比較低，可是呢他們可以透過佛道教的信仰，比方說我弟弟的骨灰燒出舍利子啊，或者是說我爸媽他們會用他的陽壽就是已經盡了這件事情來去平緩說他這麼年輕就往生這件事情，或是說骨灰燒出舍利子代表說他已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被佛祖接走了这件事情，其實相對的都可以比心理諮商這些比較專業的治療還要能讓他們可以去安放他們自己的悲傷啦。所以我相信宗教信仰是可以讓人對於這些生死比較可以安頓。像基督教、天主教，你就會看到很多臨床的病人，其實他們幾乎每天都會向對方說出很感謝你啊，很愛你啊，就是這些道謝道愛，他們是相對於我們好像比較內斂保守的佛道教信仰，他們是可以很坦然的一直說出來，然後讓彼此之間都覺得說自己的存在是很有價值的。即便說很多人他是無神論啊，不過其實在我們自己比較脆弱的時刻，其實本來就會需要一個比較強大的力量去依附。比方說你很信賴的醫生，他也就是成為你的信仰嘛。我也沒有必要強迫無神論的人到那個時候就只能依附宗教，完全不是這樣嘛。對，就等於說你這一輩子每天形成的一個整體，你的人生的概念在那個時候就是會更加的凸顯出來了，我找到一個出口。對啊，當然那時候你想要依附一個很穩定的系統也完全不是不行，完全可以。確實是啊，即便你是無神論，但是你也不見得在那個時候你沒有這種宗教信仰，你就會顯得很驚慌失措，因為你總是會找到一個你比較願意信賴的一個力量去遵守、去執行。像那個最近才在看斯賓諾莎這個哲學家，他有講到嘛，他自己的上帝其實就是指自然界。像無神論者就比較相信說，所謂的自然就是你本來就是一直在變化之中，然後你潮起潮落，或是你最後落葉歸根，就是會知道這個生死是一個很自然的循環。那也許你會去相信說我的生死它不過就是整個自然界裡面很自然的一個變化。病人跟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會在生命最後的階段會顯現出來，而且常常是一種蠻粗暴甚至不太好的方式。你覺得是為什麼？你的經驗？當然我們在臨床會看到說很多家人他們是可能也許關係真的都很和樂，那但是有些是因為每一個家庭都有他不同的故事嘛，有些他可能是小孩非常的乖巧，但是也許他們都來自一對也許強勢一點的父親，或是脆弱的母親或脆弱的父親等等的。那這些不一樣的家庭動力會導致每一個人在家庭裡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很有印象就是說有
一對夫妻，他們以丈夫來形容，就是他們是間諜情深，關係非常的好。可是呢，就在太太她病倒的那個時候呢，他对先生開始是充滿憤怒以及非常多的不滿。先生感到非常的意外，完全不曉得是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的過去關係是這麼的好。我們透過旁敲側擊之後才知道說，其實這個太太她一直都處在過度付出，或者說她雖然心裡面覺得這個先生為什麼都沒有辦法出去好好的工作賺錢，可是她為了整個婚姻的和諧，為了家庭的圓滿，她就一樣就是這樣子的很拼命的工作。所以直到呢她真的覺得自己病倒的時候呢，那些不滿或是那些壓抑的不公平的不舒服就全部都爆發出來。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先生是多麼的錯愕疑惑。對，但是其實你再回頭看，你會覺得說，這些都是有跡可循的嘛。我們自己如果沒有先把自己照顧好，或者說先尊重自己，其實有做不到的地方，有不需要一定要做到的地方的話，我們其實這部分是可以跟所謂的關係要和諧，就是你自己跟他人關係要和諧。那和諧的前提真的就是你們各自要尊重好自己的邊界，所以在來得及的時候就要鼓起勇氣去溝通。沒錯沒錯，好像我們台灣文化也是非常的害怕衝突，都會覺得說，我先隱忍，家庭和諧就好了。可是這種隱忍它終究是一種壓抑，那這些壓抑它會在不同的狀況爆發出來嘛。就像我父母也是一樣啊，就是媽媽很生氣，爸爸很大男人，可是他就等於會在別的地方他就會去抱怨這個先生是哪裡都做不好，哪裡都做不好，互相一直 abuse 對方這樣，沒有鼓起勇氣去解決的問題，對，最後就會造成更多遺憾跟憤怒。你願意跟一個人坦然的面對彼此之間的不管是好與不好，你都願意跟對方坦然的去表達，其實也是在見證你們彼此關係的韌性嘛。孝順這個概念在亞洲文化其實蠻根深蒂固的，只有在比較新的思想裡才會對這個概念有一些轉圜的餘地。你說有很多的親子關係在臨終的時候會有很多匆促的和解。在臨床我們常看到一種例子嘛，不管今天他是一個沒有負責任的父親或母親，或是他是一個沒有負責任的小孩，但是可能在他們病危的時候，他們會回來找他們自己的原生家庭，尋求他們最後的照顧嘛。我們常常會看到說，從來沒有照顧過家裡的先生，然後在病危的時候才回來，也許他過去對家裡有很多的一些暴力傾向啊，或者說毫不負責，但是他回來的時候呢，家人還是會覺得說，人之將死了，就是我們還是要陪他到最後一刻。這就是一種所謂的好像一種傳統上的一種內化的責任感啊。所以我們也會看到說，兒子即便很憎恨這個父親，但是那些恨裡面當然就還是包裹的愛嘛，就是一種你是我的父親的，為什麼可以不愛我？即便對你我也許有90%的恨，但是我內在還是有那一份融於親情裡面的愛啦。所以我一方面照顧着你，但是我心裡面知道那些過去太多的不舒服，我好像也無法再跟你去訴說了。我們常會看到這個好像是一種很衝突的和解啦，但有時候其實也很無奈，因為大部分的這一種情況真的是沒什麼辦法。對，就是沒什麼辦法，你絕對無法要求，因為我相信這一段路要很久啦，就是當這個爸爸死去之後，其實兒子或是其他的家人，他們在面對這一段關係，這個人已經消失了，可是他留下的很多的這些記憶，其實好像都還是在自己的心中。我覺得這個除了透過多方面的理解，這個人為什麼他會長成他今天這個樣子，這個爸爸他過去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說他的社會環境導致了他，或者他天性就是這樣，對，或者說他天性也許他就是比較这個 psychopath， 或者說真的就比較自戀型人格啊，或者比較不在意他人的感受。不管是怎樣，至少我在這些很多理解之後，我最近才在看唐若的新書啊，《川史》那本書裡面，他有講到說，其實在我們去理解一個人他為什麼這麼壞好了，我從他的前因後果去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壞，或者說我自己怎麼去安頓我的不舒服，其實那個最後的安頓他要配合一些遺忘，適當的遺忘這些事情，並不是說我去把它壓抑住，而是說我理解了這些部分，但是对我來說，我可以好好的照顧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遺忘，也許也是一種溫柔的表現啊。對他也許你以為可能只有10%的愛，你自己知道說其實你在慢慢的去往裡面看，那裡面其實有更多的超過10%的愛，是也許你對這個人你也興起了一些心疼，然後你也興起了這些同情之後，你的遺忘就會是比較溫柔的啦，就不會是一種壓抑的遺忘。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和解，就是所謂的每一段關係，也許你真的就是有一個無法愛你的母親嘛，你有一個無法愛你的父親，那和解本來就是只有在你自己願意和解的時候，和解才會發生啊，不然的話，你本來就可以不用認同這件事情，你只是知道為什麼今天他會走到今天這個狀態，你自己為他做的事情，或你自己沒有為他做的事情，不管你有沒有為他做什麼，但是你只要是知道說我今天做到這裡是我有尊重我自己，不管你有沒有要去照顧他，我有尊重我自己就好了。
啊，你的碩士論文是末期病人的生命意義，可以稍微的介紹一下嗎？對，因為長期在安寧病房嘛，那我那時候就會想說，因為我們自己身強體壯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在思考說，哎，我自己人生如果說真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獨特的使命的話，那我到底這一生來這邊我是要做什麼？那我也就好奇說，那當你將走的時候，你這一生的生命意義究竟是由什麼去鑄造而成的呢？因此就會做了一些這些的研究了，所以我也只是去探討說，哎，一個人他有生命意義感的時候，到底跟什麼相關？那最後我的題目大部分是，當你愛的人也愛着你的時候，這個對你來說的生命意義感是很大的。那這些東西是超越你所謂的這些物質生活的滿足啦。當然，其中有一項是說，你的經濟狀況不錯的話，你的生活品質會不錯。那你的生活品質不錯的話，你可能比較會有生命意義感，因為也許你對你自己比較不會感受到這麼多的無能。不過財富的多寡，它大概就是你可以滿足你生活的收入，這樣就可以了啦。那最大的變因其實是你是不是有家人或你重要人的支持，這個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生命意義感的來源。所以當然不是在生命最後才去確認這件事，當然每天如果你都能確定，那就是最美好的活着。沒錯沒錯，所以人跟人的相處真的是每時每刻它都不斷的在變化，然後每時每刻都有它不同的問題產生。那我們的重點，我們不是要去找無法解決問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是我們在我們彼此之間看到了也許我們的可能性，基於自愛也基於愛他人，然後試圖去理解他人，以至於我們願意為這些關係去做努力，去付出，或者說去理解，互相尊重。你覺得台灣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是怎麼樣？也許這也是全世界都是這樣嘛。我覺得現在大家對於意義，或是說意義的累積嘛，或是說對於自己知識或是各個層面的累積，其實就是都蠻斷裂的。所以這樣的斷裂導致說，當我們在問別人說，你對於死亡有什麼看法的時候，他仿佛可以表現得很瀟灑的說，我以後就是海葬就好啊，我以後就是樹葬就好啊，我已經挑好我的照片啊。他看似好像很坦然，但當你是還蠻認識他的時候，你看着他的可能他跟他人的關係，或是說他跟他自己的關係其實是很疏離的時候，你就多少會了解說，其實他也從來沒有在思考他自己跟死亡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對，因為死亡它就是一個必經的路，可是也許它對大家來說好像都有點太遙遠了，只有當你真的重大疾病的時候，它才顯得非常的靠近。不然的話，在這之前，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很認真的去思考過說，如果死亡真的將近，那我回顧我這一生，我到底有沒有做好我應該要做的事情。當然每一個人覺得他應該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对对，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我們算是比較消費主義的國家嘛，所以我們好像很容易就會建立在說，我的工作要穩定，我的積蓄要多少，就是台灣很多人討厭的文章嘛。我30歲有沒有達到幾百萬啊？你要退休，你可能要幾千萬，這種就是好像每一個人都必須活得一樣，才不會那麼恐懼的恐懼文化嘛，或是這種消費文化，其實是很容易讓你迷失在你整個人的方向啦。我可能也曾經走過那一段路，但是我面對40歲的自己，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真的是你自己內在的這些力量，你內在的這些良知，或是說你自己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這個是我現在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在實踐這幾年的追尋過程中，我知道這個是非常重要，而且這個保障是越打造它越不會離開的東西，而且它只會越來越穩固。然後對你來說，你的精神世界是越來越豐富的，也越來越可以穩定在你自身。不管你是在低潮也好，你在高潮也好，其實都是你拿來安身立命的一個力量，其實就是在你的內在。其實亞洲文化務實或是存錢這些事，其實真的是一個好習慣，就是你老了不會變成別人的負擔，或是自己也不會臨時慌亂，然後要跟別人借錢。只是通常說大部分的時候是有點過多了，那過多的就是犧牲掉好幾十年的生命，不一定你需要活成某個樣子。所以就是每個人的條件或是你想要的生命的模樣不太一樣，就是這是非常個人的，但是可以去調整。之前我雖然工作15年的安寧嘛，不過因為後來我想要學做菜，也許是因為一種中年危機，你想要從你的人生本來很確定的生活到不確定性去看看，去冒險看看，所以後來我就进去學料理啦。那在那過程中，就是我當然面對到的是，不管是你的積蓄的整個減少，或者是說你整個收入的驟減，再加上面對你自己體力上的，就是你整個人生的種種的懷疑。可是在那個過程中，我也重新了解到說，其實一個人
對財富的最低需求其實可以多低，其實是可以非常的低的，因為畢竟我單身嘛，我是不太需要擔心花費的問題的。可是呢，當你進去廚房，讓你從學徒做起的時候，那我也發現說，其實我在那樣的生活，我也是可以生活，因為以前对我來說是過得太多了，就是在那時候就有想到消費主義。对对对，那在那個比較拮據的狀況下，我其實就可以想象說當初為什麼那個梭羅的那個湖濱散記，他只是告訴你說他用了多少錢蓋了他那個小房子，原來人在那1-2年的對於財富的需求是可以這麼的低，所以我覺得經過那一年也讓我對金錢其實真的就也沒有像以前這麼害怕了，就其實太多時候是我們被焦慮拉着走，覺得說我必須要賺多少錢我才可以生活得下去，當然還是要舒適的生活，完全不是說多窮，对，還是可以出國旅行，或者說沒錯吃想吃的東西，台灣人的最低需求是很高的。对，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在墨西哥的原因。台灣的死後儀式大多是哪樣？台灣還是以佛道教為主啦，像我也才剛結束奶奶的喪禮因為奶奶是不想要火葬要土葬的，所以那在鄉下人的就是會花非常大筆的錢在做這些儀式那再加上這個佛道教儀式它又要對日子，所以我奶奶她真的在家裡面擺了1個月那1個月我們每天都要守靈然後誦經或者說在出殯前幫她請什麼那個亡魂杖來跳然後或者說古陣頭來打鼓什麼，其實你就會看到他花費相當大的金額，可是在那個過程中家屬其實有沒有慰藉有沒有撫慰到的，其實是真的有的，因為仿佛人雖然死了，但是你還是透過這些儀式去為他做了什麼，就你心裡面會覺得說我有為他再繼續做些什麼，一直直到他埋葬進去的。對，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佛道教的儀式，或者說天主基督各種或者說現在比如說印尼看護很多伊斯蘭教其實這些都是拿來安頓彼此自己內心的面对哀傷的很重要的儀式啦。自己會跟家人討論身後事嗎？也會啦，不過因為當然父母親現在是60幾歲嘛，所以討論的話就是媽媽會跟我討論那爸爸他雖然60幾歲，但是看起來他比較像是上一個世代的人，所以他非常的保守的。那上一個世代的保守程度是他們是對死是完全禁忌的，爸爸是完全不談的嘛，但媽媽她是會跟我說他以後他想要的是怎麼樣的葬法然後儀式是他需要什麼，对，這個他倒是可以蠻侃侃而談的。那你自己呢？我自己還沒有想得很清楚啦，不過我是覺得有一個告別式是蠻不錯的，有一個告別式那個其實就是家屬互相去安頓對方嘛我覺得自己曾經身為家屬，我覺得這些儀式不用是繁重的或是華麗，但是它可以是一個很隆重的溫馨的儀式，讓彼此在這個過程中提到你的時候，也讓其他的人知道說每一個人心中的你是不一樣的。对，其實我覺得這儀式是蠻好的啦。那包括說我也覺得死後還是要留一個地方可以讓大家去像清明節的時候去看看你然後互相探問對方啦。我自己會覺得我死了以後一點東西都不用覺得有人會想念我或是什麼的，他自己在心裡這件事就發生了。但是每個人不一樣。每一個人不一樣啦，因為我當然之前是覺得完全不需要這些東西，就我死了就死了嘛。不過我覺得之前我去不管是意大利或是說歐洲美国，我去玩了3個月那我那期間去看過很多墓園，那我也看到很多不管是老的人或是年輕的人，他們去走訪他們死去的親人或重要的人的這些墓園的時候他們可以坐在他的墓碑前面，然後低頭不語也好，或是說真的默默在講話，或甚至有些人就拿着一張白紙，然後拿鉛筆在那邊描繪他的這些文字，他的墓碑上的文字，覺得說原來讓活着的人他親自走一趟你在的地方，我覺得那種互訴思念的感覺是蠻好的啦。所以我覺得那一次改變了一些我的想法，因為總是有人會想念着你，然后会想要特別的走到某一個地方去找你的，所以這是體貼他們的需求。對，體貼他們。那你說你是無神論，但是你又覺得那是你聽得到嗎？那個其實當然是為他們了，我一定是聽不到了。那目前來過墨西哥3次，每次都待超過1個月，也有參與過亡靈節。那直覺上你覺得整體墨西哥對死亡的感覺是什麼？他們到底內心對於這些死亡的感受是什麼？我當然是因為語言的隔閡，我也不是這麼的清楚了。但至少我覺得在他們整體的社會的感受上，台灣比較像是陰間陽間，它是很分隔的，然後是很確定中間不會有互相往返的狀況啦。不過我覺得在墨西哥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生死是可以往
往返的。比方說像在亡靈節的時候，家家戶戶的燈光都是亮着的，會有這些萬壽菊，就希望說死者他可以在這個亡靈節的時候呢，能循着萬壽菊的香味，然後回到家裡面，然後不至於讓他們迷路。那不過我覺得像我們台灣的清明節，比較像是我們活着的人到死者的位置去幫他做一些清掃啊，或是說祭拜。我覺得比較不一樣，就是生死之間能不能往返的差別。如果没有信仰的話，这種往返差別是一種精神上的打通的狀態，不見得是說真的是會有鬼啊什麼的。對。好，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了，我們謝謝 Mojo，下次見。